高位正当。我们看对方进行了甚至夹颈的这种断头台的夹颈，邱建良一直在表示抗议。我们的确这个时候应该对方不停的在使用搂抱战术和消极战术。摩洛哥60连胜世界拳王，擂台动用超能力，想要在主场给邱建良吹黑哨，并且赛前放狠话，要把邱建良给送入梦乡，最后被邱建良爆杆拳彻底打服。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邱建良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，裁判已经被对手买通，全程都在偏袒对手。简单介绍一下，邱建良这位选手是咱们国内顶尖的自由搏击运动员，也是目前的羽量级世界第一拳王。他的神龙摆尾也是在擂台上打出了不少名场面。今天的主角是另一位选手，来自摩洛哥的前任世界拳王，曾经拿下了60连胜。至于为什么说他是主角，看完这场比赛你就知道了。还希望屏幕前的兄弟能够点赞支持。咱们直接来到比赛现场。比赛开始之后，两个人也是先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试探。为您带来的是一场67公斤级的中国对摩洛哥的这种王者之战。红方是穿着红色短裤的邱建良，2015年 WF 世界功夫之王，对方是来自于摩洛哥的亚齐伊拉利，是 WPMF 的欧洲冠军，非常强悍的对手。邱建良本次的比赛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，我们看邱建良在最近的比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进步。邱建良在前一段这个比赛中自己的这个斜插线8个方位的移动呢，其实从两人这一次搂抱就能看出来不对劲了。裁判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邱建良的身上，对手的搂抱行为对于裁判来说完全可以被无视掉。这种现象足以说明裁判已经被摩洛哥拳王给买通，否则从他的实力来看，怎么能够拿到60连胜的战绩？好，对方的正蹬踢到了邱建良，邱建良有一个接腿摔。不要着急啊！不要着急啊！不要着急啊！天哪！大拳能投地啊！邱建良需要找到机会以后施予重击，而且他更是擅长把握机会的。前后摆，对方想内围没有成功，连续扫踢转身摆拳，对方做了一个高位下压的拍膝。本来邱建良有一点。就在两人这一次搂抱的之后，裁判的行为更加明显了，直接把邱建良给拉开。看来邱建良也知道了这场比赛想要赢下有些不容易，只能通过 KO 的方式去终结对手，否则交给裁判比分想赢就是在做梦。吊一下，不要急，等他持平过去吊他，这的确是高手对招这不知不觉里边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对战体系了。现在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邱建良直接冲向了对手的内围，不过摩洛哥选手直接双手一摊抱住邱建良的脑袋，这种违规的行为简直太明目张胆了。不过裁判并没有放在眼里，而是把邱建良给拉开，这一点也让邱建良感到了愤怒。不过没有办法，毕竟是在国外打的比赛，这就是典型的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住。邱建良低扫，前后手，对方搂抱，我们看对方这种箍颈的方式，特别是我们看远身后摆，对方扫踢，小膝，我们看对方非常有经验的在做一些主动的倒地动作，我们现在终于注意到了对手明显的违规打法，裁判竟然完全不管不顾，反而是直接把邱建良给拉了起来。看来这场比赛的裁判很是不专业，对于选手的犯规完全不放在眼里，只会拉开两人。如果说在中国有这种比赛，那裁判估计会被当场喷死。这样的方式有点不够正直。我们看小踢，邱建良连续进攻打击，对方马上进行内围的缠抱。战术上我们不能说对方有错，但是这样的方法的确是不失正直有失正直的方式。连续打击，我们看对方又开始缠抱，近身打击前摆跳膝，哇，G2跳膝。对手明显的违规打法，裁判竟然完全不管不顾，反而是直接把邱建良给拉了起来。看来这场比赛的裁判很是不专业，对于选手的犯规完全不放在眼里，只会拉开两人。
如果说在中国有这种比赛，那裁判估计会被当场喷死。对方甚至完全不想跟邱建良去重创其锋芒。第二回合终于结束了，邱建良打得非常委屈，因为他知道这场比赛想赢非常的难，裁判完全没有公平可言，面对对手的违规完全无视掉，面对自己的搂抱直接强扯硬拉，并且还不停地教邱建良做事。比赛现在来到第3回合，此刻邱建良也是一肚子的恼火，对手的违规消极搂抱多之又多，但是裁判完全不放在眼里，自己的进攻节奏已经被无数次干扰了，这也不难想象到这个摩洛哥拳王的60连胜是怎么拿到了。裁判说不允许带摔，不要去找他中指来，骗他中，对，中，记住，18中，对，晃不晃？我们看对方直接把邱建良的脖颈夹在身上，根本就不打算在内围进行打击。对方还是很忌惮邱建良的爆发能力，扫踢。你看对方又开始进行搂抱，这个内围角。邱建良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也是选择改变战术，学起了死神方便，且战且退。这种打法确实奏效，邱建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如此的清晰，真是不一般。我连续的打击。我们认为这个在对方这个进行一系列的防御式的缠抱的时候，裁判应该给选手一些警告的东西。我们看，根本就不打算进攻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邱建良有一个问题，在核心力量，也就是在本力对抗上，相对于铁英华是铁英华方面的弱势。铁英华在面对对方的这种缠抱战术的时候，自己的本力的发挥会非常凶猛。邱建良一直在表示，对方有一个正蹬腿，高位的扫踢。刚才的这个腿法的确是最后比赛来到最后回合，这场比赛对于邱建良来说实在是太过于不公平了。摩洛哥选手全程都在搂抱，每次邱建良主动进攻都会被对手给干扰，而且裁判也不管不顾，邱建良赢下这场比赛确实有些不可能了。